每次的 ROG Phone 系列更新总是让许多电竞玩家非常期待。继今年上半年推出的 ROG Phone 8之后，随着高通全新 Snapdragon 8 Elite 处理器的推出，华硕立刻抢先推出搭载这颗处理器的 ROG Phone 9系列。这一代的华硕从善如流的根据使用者的回馈调整的配置，让音效变得更好，那也提高了电池续航力等等。除此之外，还在机身里面加入一些惊喜的配置。到底这一次 ROG Phone 9 Pro Edition 电竞旗舰实际体验起来如何呢？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心得。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 这次要聊的是华硕全新电竞旗舰 ROG Phone 9 不是 8，ROG Phone 9 Pro Edition。说到这个旗舰手机啊，性能一直是它最大的卖点。不过从 ROG Phone 8开始啊，ASUS 似乎想要在不牺牲强大效能为前提下，找到电竞跟日常使用的平衡点。这次 ROG Phone 9同样有两款，分别是 ROG Phone 9还有 Phone 9 Pro。这两款主要差异是在相机啊、记忆体、储存空间以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差异点，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ROG Phone 9 Pro 与 ROG Phone 9外形最大差异就是 Pro 版本多了一个这个 Enemy Vision 也就是有着648颗 Mini LED 所组成的发光阵列，比起上一代的341颗要多很多。那这么多颗 Mini LED 当然就可以呈现更丰富的图形啊，但 ASUS 比你想的多更多它居然把小游戏啊都做在它这个背盖上让大家来玩那它有提供像是打砖块啊、贪食蛇啊、跑跑小恐龙，还有星际大战4款游戏，可以直接用 L Trigger 啊，就是上面这个L Trigger 来去做操作。这根本就是满满的回忆杀，就好像以前在使用功能手机的时候啊，我们会去玩一些小游戏一样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多加入一些游戏这一点其实还蛮吸引人，而且它还可以上传分数跟全世界的玩家一起比赛。当然它的功能最主要还应该不是玩游戏啦，而是用不同的动画来做提醒，例如说像是电量啊、时间啊、通话提醒如果这一台跟另外一台 ROG Phone 9去做互动就点对点这样子去靠在一起还可以解锁12个隐藏的动画，这个是非常有趣的ROG Phone 9 Pro 采用6.78寸的 AMOLED 显示器，在游戏模式下支援最高185赫兹的超高更新率，是目前智慧型手机中难得一见的超高更新率那也支援720赫兹的采样率触动采样率，可以及时反映使用者的操作这对于电竞玩家应该非常重要。那峰值亮度最高达到2500尼兹，保护玻璃则是采用康宁的 Gorilla Victus 2机身部分保留 3.5mm 的耳机孔设计这已经是 ROG Phone 的一些传统。对于电竞玩家来说声音的即时性也非常重要。不过前面讲的这些都不会让我太惊讶，因为毕竟之前都有一直延续下来。最有趣的是，因为玩家反映想要加强内建喇叭的效果，所以基于种种原因在机身内部其实有点难实现，所以他用了很有趣的一招，就直接在手机壳上面加了共鸣腔的一个设计让底部喇叭透过共鸣腔来去做转向，让声音可以直接面对使用者，所以在声音的体验上会变得更立体，也更平衡那这个算是蛮聪明的小巧思。ROG Phone 系列每一代都搭载当代最强的旗舰处理器，来到了 ROG Phone 9系列，当然就是搭载全新的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处理器，它的主频最高可以达到 4.3 GHz 那在其他的处理效能部分也都相当的好。如果之前有用过 ROG Phone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里面有一个万解模式 Vanguard 这种万解模式也就是如果需要解放极限效能，只要开启 X 模式手机就会自动调整到最佳状态。这个模式对电竞玩家真的很好用。这次的散热设计也大升级，采用6层的散热结构，包含航太级的低雷诺数散热层、数能导热棒，还有加大57%的石墨片，更不用说还有这个空气动力风扇 X Pro这是把散热加大了 1.12 倍针对热源直接降温，直接把热量降到最低，让手机长时间保持稳定的输出。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厉害的
讲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跑分。ROG Phone 9 Pro Edition 搭配24GB LPDDR5X 记忆体，还有1TB 的 UFS 4.0储存空间。透过跑分软体测试啊，安兔兔轻松超过300万分，跟官方测出的314万分已经相差不远了。而 Geekbench 6的单核是3136分，多核是9964分。3D Mark 的 Wildlife 是5981分啊，无论是 CPU 还有图形处理都是顶级的表现。对了，补充说明，这次的空气动力风扇 X Pro， 它配备2个实体按键，可以去增加操控性。那下方有 3.5mm 的耳麦孔啊，可以搭配有线耳机使用，还有一个隐藏式的脚架可以让手机横着立起来。空气动力风扇 X Pro 后面的 Aura RGB 可以同步灯效显示，内建重低音喇叭，声音直接外放时的立体感其实还蛮好的哦。另外配件里还有一个 ROG 顺水冷凝壳，也就是这个哦。那里面有设计液态的均温板，可以让温度降低17%，又保护手机的效果，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哦。那续航力表现呢？电池配备了58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续航力表现真的非常的优异，直接以 PC Mark 工作 3.0 模拟一般的使用情境，电量从100%到20%，续航力是24小时22分。我真的很少测到这样的分数过哦。这是旗舰机种中目前最高续航力的机种，是我测过的最高续航力哦。那充电部分支援65瓦的快充，还有无线充电功能，这应该都非常够用。今年越来越多手机都具备 AI 功能 ，ROG Phone 9 Pro 当然也不例外。这是搭载的 AI 圈选快收，还有之前 Zenfone 9所具备的 AI 即时通话口译、AI 录音笔记、AI 智慧桌布，还有照片智慧快收等功能啊，都在ROG Phone 9 Pro 上面都可以使用。那 AI 圈选快收就是源自于 Google 的画圈搜寻，只要长按首页键之后，就可以圈选画面任何的元素啊，让 Google 找出相关的结果。不过目前我这个测试版本啊，还没有更新这个功能，相信之后推出之后，应该很快就会更新了。那 AI 录音笔记就是在录音同时可以提供逐字稿，可以翻译成不同的语言，那方便快速掌握录音的内容。AI 桌布呢，则是可以依照使用者自己选的元素啊，来去自动生成桌布。只要选定生成的元素之后，等个几秒，手机就会自动生成桌布。除了在日常使用的 AI 以外，既然是电竞手机，一定要在游戏上也有 AI 功能。在游戏精灵里面有 AI 辨识快收，可以辨识游戏中的画面、文字跟场景啊。那辨识后可以直接点选搜寻啊，这个上一代就有啊，是可以方便找到攻略。而且如果是外文哦，还提供一个新的东西哦，就是可以提供翻译啊，所以这个是蛮方便的。那如果你要跟队友语音沟通的话，也可以开启 AI 语音降噪功能，来去除掉环境中的噪音啊，达到更好的通话效果。当然之前的自动捡拾物品啊、自动跑步啊、自动跳过对话，还有聚集功能，这一代也都延续下来，而且变得更好用。ROG Phone 9 Pro 的相机采用3镜头的组合，在介绍镜头的同时，也一起看一下所拍摄的照片。那主镜头是5000万像素 Sony LYT 700感光元件，它具备6轴防手震 Hybrid 云台 4.0 的设计啊，可以有校正晃动啊，最高可以高达66%的动态补偿。另外搭配13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以及3200万像素的3倍光学长焦镜头，可以提供10到30倍的超清晰变焦。那自拍镜头是32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采用 RGBW 的感光元件，具备像素4合1技术来提高画质的表现。照片部分不晓得大家看起来如何哦？我觉得它维持 ASUS 的一贯调性，锐利度比较高一些，在日拍、夜拍的细节部分啊，都有比较好的刻画。色彩部分算是讨喜的，不过这部分就看大家个人的喜好。对了，你也可以把那个 L Trigger 啊，按压触控键啊，设定为拍照按钮，这样在横握手机的时候，你就可以自然的把 L Trigger 啊当成快门键使用。我觉得这是蛮方便的设计哦。整体来说经过几代演进 ，ROG Phone 9 Pro 算是在电竞手机还有一般手机之间取得还蛮不错的平衡。外形我觉得不会太过于电竞啊，那如果你真的要工作的时候想要低调一点啊，可以把 Enemy Vision 把它关掉啊，就不会有太过高调的感觉哦。那有零碎时间还可以玩一下 Enemy Vision 的一个小游戏啊，我觉得这个还蛮杀时间的，蛮不错。那新增的 AI 功能，我觉得还算蛮实用的，像是想要快速搜寻画面上的资料啊，或是方便记录会议啊，我觉得都是还蛮实用的功能。
效能部分当然就是无懈可击，搭载当代最高规格的处理器，又有多层散热设计，加上超长的续航能力啊，不用担心玩一下就没电。其实 ROG Phone 9 Pro 已经不算是电竞手机了，而更像是效能超强的旗舰机种了。以上就是关于 ROG Phone 9 Pro Edition 的介绍，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